印度参谋总长要求发动新的独立战争，树立大国威信，缺什么就喊什么，这能独立得起来吗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中国有句老话叫缺什么补什么，有时候呢我们看宣传也知道，就是国家嚷嚷着要重点发展什么，就说明我们短板是什么。比如呢，以前我们说过，我们开始强调跨军种联合作战意识要加强，说明我们暂时是缺少这方面经验的。再往以前说呢，3打3防，后来说新3打3防，说明那都是那个历史时期下我们的薄弱环节。不过好在呢，我们嚷嚷哪里不足，那一般都是看清问题，准备开始发力解决问题了。而且这么多问题还有短板，除了形式主义这个东西我们真打不过，其他的呢都解决的还不错。至于我们的邻居印度呢，最近呢也在找自己短板，而且貌似找的还是挺准的。就是印度参谋总长叫比平拉瓦特上将，他就指出来说，印度最缺少的是什么？是大国威信。我觉得他这话说的靠谱。那么威信怎么补呢？他说用打仗来补，而且仗还不能太小，要打一场大胜仗才算是大补。至于说是打中国还是打巴基斯坦还是打别的什么，他没说，估计也不敢说。更重要的是呢，印度这位参谋总长啊，总是觉得这碗补药的这个药方里边还不能有西药，必须用印度本土的医疗技术还有药物，不能靠援助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打仗的装备不能靠买，一定要在战争战役准备阶段就实现装备的自给自足，比如说自己的炮弹、自己产的飞机、自造的坦克等等。至于说空军、海战、电子战、网络作战、特种兵、作战体系建设还有训练，全都要靠自己，美国、日本都靠一边站着去。这是独立战争啊，它不是说独立建国，而是要独立建造一个工业体系，要跟中国比肩才行。大伙儿都知道，全世界目前工业体系完整的国家就剩一个了，中国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他又说对了，起码思想上这个人真是高屋建瓴、高瞻远瞩啊。我一直都说，印度的上层某些精英脑子不错，是大师兄级别的，只不过手下二师兄太多。他起码知道，真正的威信是要靠自己的建设能力打造出来，光靠买肯定不行。但是我没有明白啊，这位比平拉瓦特大师兄，他到底是着急还是不着急？他规划的这些个体系建设，都是要解决印度根本问题才行的。但是这一规划，光是健全体系弄不好，就要花印度几十年才能实现。之所以说要几十年，因为我也不能太过分的黑人家印度嘛。如果说印度要能达到全球领先水平，还能通过自己的力量，实现这个科技现代化、军事现代化，再用战争手段树立大国威信，好像在印度这片地皮上，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没有发生过。当然了，过去没有的事儿呢，不等于以后绝对没有。我们也知道，印度现在挺努力的，经济发展呢也算是比较迅速，这个 GDP 啊还是有很大幅度的波动。现在呢，可以在加速搞基本建设工程。莫迪总理不是也掏了1万多亿美元吗？加上这个印度人其实也挺聪明，离开印度的很多人都有本事，在国外混得不错，说不定哪天呢也会毅然决然回到祖国，参加这个印度的建设。但是印度人说的这些发展，什么时候才能惠及整个印度所有阶层了？能改变那么多人、那么多印度老百姓活该受苦过一辈子的宗教信仰吗？不仅是宗教问题、种族问题，甚至是连严格意义上的统一，印度都不见得能算得上，在几十个邦都有自己的主意啊。印度真要有大国威信，恰恰没法靠对外战争。中国之所以能够通过一场抗美援朝打出威信，不光是打的呀，因为打这仗之前，我们首先是通过一场革命，先把国内老百姓的地位、生活方式、意识改变了，然后才能通过一场战争把全国人民凝聚起来。印度要做到这一点，能有一场全国革命，能够让一个国家上下有一个同一个目标，一起努力，那么印度自然而然就会有威信了。其实不见得要通过战争，但就是前面说的
同一个目标，有共同的理想，要一场革命，这么一个简单的基础的要求，给他50年，给他100年，印度能实现吗？要不然，这位比平拉瓦特上将，您还是回家先琢磨琢磨。好，关于印度参谋总长比平上将的印度威信应该如何建设，他的梦如何实现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